你知道在蜘蛛侠电影中有哪些片段是即兴表演吗？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回顾彼得·帕克所有无剧本的瞬间，这些瞬间完全将电影带到了另一个层次。等看完后，或许会让你更喜欢蜘蛛侠。第一，如果谈到复联3，那肯定忘不了蜘蛛侠在托尼怀里消失的那一幕。这其实是荷兰弟的即兴表演，当时导演让他在死亡场面上自由发挥，虽然大家都认为表现得非常不错，但荷兰弟觉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完美。I don't want to go 3 times in a row, so it's not that amazing of an ad-lib. 现在才知道蜘蛛侠在荷兰弟心中的地位有多高。第二，在蜘蛛侠英雄归来中，当托尼和彼得在车里谈完话后，他伸手去打开了车门，但彼得以为托尼是想来个拥抱。It's not a hug, I'm just grabbing the door for you. 现在来看看荷兰弟是怎么说的。Well, that was actually an improvised moment.I think I just tried to hug him. I just thought it would be funny if I hugged him. 这个时候完全是为了搞笑而即兴创作。不得不说，小罗伯特·唐尼配合得非常好。第三，彼得·帕克和 MJ 在荧幕上的结合表演非常出色。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在荧幕外的友谊，因为荷兰弟和赞达亚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官宣情侣。据赞达亚说，汤姆有偏离剧本的习惯，但幸运的是两人非常有默契，以至于他能够及时回应。Just kept improving. He just did not stick to the script. He was trying to throw me off. 第四，虽然彼得和 MJ 配合得非常到位，但还有一个人的配合甚至超过了 MJ。没错，他就是内德。很多时候我们都能看到三人在荧幕外接受采访，这也说明他们的关系不一般。在蜘蛛侠英雄远征中，当时内德撞见了 MJ 和彼得正在换蜘蛛侠衣服，内德不知道他们的秘密被发现了，随后即兴发挥，试图转移话题。 The costume looks great. For the costume party. 从这也能看出，演员们在无剧本的情况下还真是有趣。第五，不得不称赞杰克·吉伦哈尔扮演了一个如此令人信服的角色，最终谁都没想到他竟然是个反派。当然，我们不仅仅应该表扬杰克的演技。据这位演员说，实际上他和导演为该角色设计了很多没有剧本的场景，虽然不知道这些具体场景是什么，但是我们来欣赏一下其中一个。Somebody get this stupid costume off me! 第六，在美队3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彼得·帕克和托尼·斯塔克之间的即兴表演。当时托尼·斯塔克叫彼得把腿移开。I'm gonna sit here so you move the leg. 虽然这看起来很符合钢铁侠的性格，但最主要的还是不想破坏拍摄进程，所以才在现场无剧本自由发挥。最终这一操作也得到了摄影组的肯定，从而出现在观众眼前。第七，大家可能再熟悉不过尼克·弗瑞喜欢爆粗口了，但在蜘蛛侠英雄远征中，他对彼得·帕克进行了挑逗，而且大多数都是没有剧本的台词。当时彼得承认加入他们的最新计划有点犹豫时，接着尼克·弗瑞就来了一句 Bitch, please, you've been to space. 塞缪尔·杰克逊可能不记得这句台词是不是即兴创作，但杰克和导演证实这句台词完全没有剧本。第八，在复联3中，蜘蛛侠一心想帮助钢铁侠完成任务，但托尼·斯塔克不同意，或者说小罗伯特·唐尼不同意。当钢铁侠和奇异博士在讨论的时候，彼得插话说：“我是后援。” I'm back up. No, you're still away. The adults are talking. 没错，这又是荷兰弟和小罗伯特·唐尼之间的一句即兴台词。第九，当年轻的女演员来扮演梅姨时，这让我们得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她和彼得的关系。两人在荧幕上的互动让人感到很欣慰，但你足够了解就会发现，他们实际上很多场景都没有剧本。就比如在泰国餐厅吃饭时，也发生了一个特殊的即兴时刻。 Sometimes you have to say larb before you talk to me. You know I larb you. 他们的谈话只是演员在导演的指导下临时编出来的。第十，蜘蛛侠英雄远征中充满了标志性建筑，这也使得整部电影惊艳不已。据说在伦敦塔的这一幕中，演员们拍摄了很多版本，因为他们即兴发挥能力不同，所以永远无法做到一致。 They join forces like the Power Rangers. You're thinking of Voltron. Who? Voltron. You're thinking of Voltron. 第11，迈克尔·基顿在蜘蛛侠英雄归来中有一些亮点，但他最好的一句台词却没有进入最后的剪辑。据荷兰弟说，基顿实际上直接提到了他在80年代扮演的蝙蝠侠。事情发生在电影的结尾，当时秃鹫有点困惑，他问蜘蛛侠为什么会选择救自己。随后荷兰弟说，因为我是蜘蛛侠。然而还没一会儿，基顿就回应说，但我是蝙蝠侠。虽然我们不知道这句台词是不是剧本的一部分，但荷兰弟似乎暗示了这是即兴创作。第12，神秘客之所以如此史诗般的伟大，可能是因为他和荷兰弟相处得很好。根据一些说法可以得知，神秘客和蜘蛛侠实际上很早就会成为敌人。然而当拍摄他们的互动变得更加友好时，导演决定让两人避开剧本，并在角色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。 Good luck, kid. I'll give you about a 50-50 chance. You're pretty awkward, so. 第13，我们看到了蜘蛛侠的好朋友奈德也有自己的浪漫对象，但奈德的演员雅各·巴塔伦表示，其实奈德和贝蒂的关系基本上是由他和安格瑞·赖斯共同发展起来的，并且还说在拍摄时有很多即兴表演的空间。虽然两人不是长久的夫妻，但他们在电影中确实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。 I would totally kiss you, but I think I just threw up in my mouth a little. I might have a mint. 第14，雅各·巴塔伦饰演的角色内德似乎和彼得之间有很好的默契感，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是童年时最好的朋友。而荧幕外两位演员之间的关系也是该电影如此真实的原因，因为荷兰弟和雅各没有提前几天拿到剧本，所以他们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台词，这意味着两人之间的互动纯粹是演员之间的即兴创作。You know him too? Yeah, we met.
I stole the shield. 第15， I'll do you one better. Why is Gamora? 德拉克斯说的这句话能被称为复联3中最有趣的亮点之一，因为这是由演员戴夫·巴蒂斯塔即兴创作的，而且其他演员也是如此，包括荷兰弟和托尼，以至于他们都能应付自如。当然，摄影师的反应也值得称赞，有的时候演员们的即兴表演确实会让场景变得更有趣。你还知道有哪些无剧本的蜘蛛侠情节吗？如果知道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说出来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，咱们下期见。